我盼的是有一个满意的结果。我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怎么给女儿交代？我不接受，不要有钱就能买来生命吗？我的诉求就是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，就要这个结果。我要的是死刑，就看法院怎么判。后备箱拿着棉被盖到我妹的身上，我妹在血流干的时候，眼睛仍然是睁着的。他还冷静地用他的手去把我妹的眼睛给盖住，就直接一刀戳进去，而且是很大的劲。前2次笔录都承认了，笔供都说了，然后今天法庭上就否认了，说是我是上头。他自己也承认了，他用烟头烫我妹，打我妹，骂我妹，用凳子砸，把电视机也砸坏了，手机也砸坏了，这些行为他都是自己承认过的。我也很激动，我直接大吼：施家豪，你凭什么要对我姑娘这样？自己所做的这些错事行为狡辩他拿着那把40公分的长刀是在玩。2024年6月20日的西安，夜幕刚笼罩城市。31岁的三甲医院护士董文慧坐在男友施家豪的车里，说出了那句她酝酿已久的话：我们分手吧，我不想结婚。她以为这是逃离5年噩梦的开始，却没料到这句话成了自己生命的终点。下一秒，施家豪从主驾驶脚垫下抽出一把40厘米长的双刃刀，毫不犹豫地捅向了她的颈部。锋利的刀刃划破皮肤，刺破右侧椎动脉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行凶后施家豪没有任何施救动作，反而用被子盖住奄奄一息的董文慧，驾车在周边游荡了1个多小时。期间他还淡定地给家人朋友打电话，直到拖延够时间才慢悠悠地驶向派出所报警。一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就这样在绝望中错失最佳抢救时机，永远定格在了31岁。这把刀斩断的不仅是董文慧的生命，还有他父母后半辈子的希望。而这起悲剧的背后，是一段长达5年的畸形关系，藏着无数次的殴打、威胁和绝望的挣扎。今天，我们就循着权威信源的线索，还原这起让人心碎的案件始末。董文慧是家里的骄傲，也是全家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。凭借多年的刻苦努力，她顺利进入西安一家知名3甲医院成为护士。这份工作门槛高，压力大，却是她用汗水换来的安稳生活。31岁的她本应在事业上稳步前行，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，可这一切的平静都因与施家豪的结识彻底打破。说起董文慧与施家豪的相识，是始于一场略带意外的相亲。2019年前后，董文慧的堂姐原本想给她介绍施家豪的朋友相亲，不曾想施家豪在得知后主动截胡，转而对董文慧展开了热烈追求。温柔攻势让性格内敛的董文慧渐渐心动，但董文慧不知道，这份温柔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谎言。施家豪当时早已结婚，并且已经有了2个孩子。他刻意隐瞒了自己的婚育状况，把自己包装成单身优质男，一步步骗取董文慧的信任。直到2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，董文慧才偶然发现了这个残酷的真相。得知被骗的他，第一反应不是纠缠，而是主动劝说施家豪不要因为自己离婚，好好经营原来的家庭。可施家豪却表现得无比执着，声称自己对董文慧是真爱，执意要和前妻离婚。2019年11月，还没办理离婚手续的施家豪就厚着脸皮搬进了董文慧的住所，2人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。直到2020年4月，施家豪才与前妻办理完离婚手续。这段建立在谎言和背叛之上的关系，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。而董文慧内敛的性格，让她把这段关系的委屈和纠结都藏在心里，从未向父母提及。直到2024年3月，父母偶然发现她身上的淤青和伤痕，这段被隐瞒了5年的畸形恋情才终于浮出水面。
同居生活的新鲜感褪去后，施家豪的真实面目彻底暴露。没有了伪装的他，将控制欲和暴力倾向发挥到了极致。董文慧的日记本里记下了这地狱般的日子。这一个月就像地狱一样，已经记不清第几次被勒脖子了。恶语相向，变本加厉，除了身体上的疼痛，还有经济上的损失。恐惧、害怕、无助、彷徨，被人威胁，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，有家不可回。短短几行字写尽了他的绝望。施家豪的暴力手段极其残忍，不仅用拳头、铁凳肆意殴打他，还会用滚烫的烟头烫伤他的胸部。而施暴的理由往往只是因为看到董文慧和其他男生有聊天记录，或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更过分的是，施家豪没有稳定工作，以货运为生，收入入不敷出，还欠着外债。两人同居期间的生活开支几乎全靠董文慧承担。据董文慧的姐姐回忆，妹妹收入的 70% 都被施家豪花掉，仅仅4年时间就花了58万元，而董文慧自己每个月的花销不超过2000元。2024年3月，董文慧父母发现女儿身上的伤痕后，终于得知了施家豪的存在。他们对这个女婿候选人的印象极差，坚决反对两人在一起。当晚就带着儿子赶到女儿住所，并当场报了警。可迫于施家豪的威胁，董文慧第2天就去派出所撤了案。警方此前也曾因施家豪殴打董文慧出过警，但最终只是以感情纠纷为由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，这无疑让施家豪更加肆无忌惮。为了保护女儿，董文慧的父亲换掉了女儿家的锁，还长期驻守在女儿住所，防止施家豪再次上门骚扰。2024年5月16日，他还特意给女儿发微信，苦口婆心地劝说一刀两断，不要来往，后面的路还很长，和这娃来往会毁了你一生。可这条充满担忧的微信，董文慧最终没有回复。父母的介入让施家豪的控制欲变得更加极端。2024年5月，他再次闯入董文慧家中。面对董父的斥责，他不仅毫无悔意，还嚣张地声称自己打过董文慧很多次，甚至当着董父的面放狠话，非董文慧不娶，否则就你死我活。争执中，施家豪还动手殴打了董父，导致董父胳膊受伤，并且从当天上午10点一直纠缠到下午4点多才离开。除此之外，施家豪还曾将董文慧灌醉，在他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拍下照片和视频，以此作为威胁他的筹码，阻止他分手。长期的暴力和控制让董文慧彻底看清了施家豪的真面目，也坚定了他分手的决心。2024年6月20日晚，施家豪开着借来的车到董文慧居住的小区地下车库接走了他。两人驱车前往西安市灞桥区柳荫路与南城路十字东南角处。在车内，董文慧再次明确提出了分手，并拒绝了施家豪的结婚要求。被拒绝的施家豪瞬间情绪失控，与董文慧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争执中，他想起了自己提前放在车内的那把双刃刀，这把刀是他父亲多年前在外省购买的。他自己喜欢刀具，就用角磨机将其开刃，之后一直放在自己工作的货车上。这次借车后，特意把刀和一条棉被一起转移到了案发车辆上。施家豪从主驾驶脚垫处取出刀，朝着董文慧的颈部狠狠捅去。法医鉴定结果显示，董文慧符合被锐器作用于颈部，造成右侧椎动脉破裂，导致大出血死亡。行凶后，施家豪看到董文慧脖颈处血流如注，自己也慌了神，脑子一片空白。但他没有选择送医，而是用事先准备好的棉被盖住董文慧，驾车在周边漫无目的的游荡。这段长达1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成了董文慧生命的倒计时。期间，施家豪还给家人打了电话，告知对方：“我把董文慧杀了。”案发地距离西王派出所只有5分钟的车程，可他却故意拖延时间，直到自己做好心理准备，才驾车前往派出所。而他到案后，曾直接向警方坦言：“我不是来自首的，就是想被判死刑。”2024年6月20日晚10点多，董文慧的父亲董北海在家中接到了西王派出所的电话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他心里就咯噔一下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赶到派出所后，看到院子里被民警勘查的车辆，他瞬间就笃定：
我立马就意识到是施家豪干的，再无别人。当民警告知他女儿已经遇害的消息时，这个坚强的父亲彻底崩溃了。后来他回忆起警方的通报，声音还在颤抖。公安局民警给我通报了一下，说你姑娘是一刀捅进喉咙致命的。晚上我在这儿还看我孙子在新疆拍的照片视频，10点多派出所把电话打来了，说你是董文慧的爸爸吗？我说就是，说你到派出所来一下。我见到民警以后，人家第一句话就说你姑娘不在了。我说我姑娘昨天还跟我在一起待了10天呀。我就把手机打开，我手机上有施家豪的照片，我说是不是施家豪？案发后，施家豪于2024年6月21日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，同年7月25日被批准逮捕。董文慧的家属除了追究其故意杀人罪，还因董文慧长期遭受殴打虐待，申请追加施家豪虐待罪。经过2次补充侦查，检察院最终于2025年7月11日以故意杀人罪对施家豪提起公诉。2025年11月3日，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，距离董文慧遇害已经过去了498天。庭审一开始，施家豪就面向董文慧的父母下跪忏悔，但董父、董母没有接受这份迟来的歉意。见到杀害女儿的凶手，两人情绪激动到难以自抑。面对检方的起诉，施家豪表示没有异议，当庭认罪。他在庭审中自述，自己为了董文慧和前妻离婚，放弃了孩子，付出了这么多，却遭到分手，实在无法接受，所以才在争执中脑子一热下了狠手。对于作案凶器，施家豪辩称是偶然发现后开刃的，并非提前预谋，但他的说法与他提前将刀转移到案发车辆、准备棉被等行为相互矛盾。当被问到行凶后为何不施救时，他谎称自己曾想过自杀，把刀架在方向盘上试图捅自己，却因为怂下不去手。可这一说法与他到案后不是自首，只是想被判死刑的供述相悖。庭审中，控辩双方的核心争议点之一是施家豪是否具有自首情节。董文慧一方的代理人明确表示，施家豪行凶后故意拖延1个多小时才报警，期间完全有机会对董文慧进行施救，却放任其死亡。他的报警行为是迫于刑事侦查的压力，目的是利用自首情节逃避法律制裁，不应被认定为自首。在举证质证环节，当施家豪看到作案凶器时，当场痛哭流涕，之后还多次哭泣，但这并没有换来董家家属的原谅。董文慧的父亲在庭前就明确表示，自己1分钱赔偿都不要，唯一的诉求就是判处施家豪死刑。庭审最后陈述环节，施家豪再次忏悔：我对不起董文慧，希望他的父母保重好身体，全部的错都在我，无论法院最后什么判决我都接受。但董父早已下定决心，他在庭外接受采访时眼里满是悲痛。自从女儿遇害后16个月以来，我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，生不如死，度日如年。我终于可以为我的女儿伸冤了。我说，生老病死是常态，天灾人祸是常态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但是我姑娘31岁这样走了，我心不甘。最终法庭宣布择期宣判，正义虽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这500多钱我真的度日如年，生不如死。我今天终于这个结果要出现了，为我女儿我讨一个说法。面对凶手，我绝对要发泄一下，我要当面对质。为什么对我姑娘要这样？董文慧的日记本永远停在了记录绝望的那一页，她的护士服再也等不到主人穿上它，却就此负伤。一场始于谎言的畸形恋情，最终以最惨烈的方式落幕。我们无法想象董文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恐惧，也无法体会她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。希望法律能给出公正的判决，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，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。也愿每个身处亲密关系中的人
都能看清暴力的本质，勇敢地远离伤害。因为生命只有一次，容不得半点的侥幸和妥协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